每年夏天多肉都会死一片，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浇水的问题。今天花花整理了常见100种多肉夏季浇水方法，其中肯定有你养护的多肉，一定不要错过。1. 熊童子，一个月浇水1至2次，但是如果温度还是居高不下，就直接断水好了。它很耐旱，每天最少接受4至5个小时的光照，不然会徒长。浇水注意避开正午时分。2. 蓝石莲，一个月浇水1至2次即可，过完8月就可以逐渐增加浇水频率了。加强通风，多晒太阳，但是正午时分要遮阴。3. 龙月，浇水见干见湿，可以围着盆边浇1圈水，但是得浇透。正午时分遮阴，其他的时间可全日照，加强通风。4. 唐印，大概2周左右浇1次水，加强通风，平时可以放在阴凉处，可以晒晒早晨和傍晚的太阳，正午时分的太阳就算了。5. 红之玉，温度还在35度以上徘徊的，直接断水即可，加强通风，不可积水，正午时分遮阴，不然的话黑腐妥妥的。6. 乙女心，浇水见干见湿，且浇水之后放在阴凉通风处1至2天时间，加强通风，正午时分需遮阴，不然很容易黑腐。7. 玉露，一个月浇水1至2次就可以，因为正处于休眠或者是半休眠的时候，浇水太多会黑腐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，避免阳光直射。8. 条纹12卷，浇水见干见湿即可，大概1至2周浇1次水，加强通风，避免阳光直射。9. 茎叶，浇水一定要见干见湿，颠盆试一下，很轻了就浇水，放在散射光处，不可烈日直晒，不可淋雨，加强通风，及时清理枯叶，不然很容易黑腐的。10. 生石花，一个月浇水1至2次即可，生石花很耐旱，光照不足会徒长，室外养的注意正午时分遮阴。11. 佛珠，大约1周浇水1次即可，可以放在东西阳台，一天有3至4个小时的光照即可。12. 钱串，浇水见干见湿，拎起来觉得花盆轻了很多就浇水，不可淋雨，要剪掉过密枝条，加强通风。13. 新玉坠，夏季新玉坠正常生长，正常浇水即可，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，而且植株之间不要太密集，不然也容易产生黑腐。14. 月兔儿，1至2周浇水1次，而且平时要多往周围喷水降温，可以放在东西阳台，接受早晚的阳光，中午的光照还是要避开，容易晒伤。15. 仙人球，一个月浇水1次即可，温度超过38摄氏度就要进行遮阴了，否则容易晒伤。16. 千佛手，保持浇水不干不浇即可，除了中午时分不能暴晒，其他时间都要多晒太阳，而且要保持良好的通风。17. 碰碰香，大概1至2周浇1次水，平时可以在周围洒水降温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养护。18. 午时淋浴，浇水见干见湿，最好采用浸盆法，避免从上面浇水，不可淋雨，每天早晚晒5个小时即可。19. 橙梦露，夏季高温休眠，每周把土表面弄湿即可，不用浇透，然后通风遮阳。20. 地亚，浇水还是按照以前的频率，但是水量减为原先的1/4，放在散射光的环境，加强通风，一定要加强通风，不然黑腐没商量。21. 玉蝶，浇水间隔比春天要延长1倍，一定要加强通风，而且那些枯叶也要清理掉，不然很容易黑腐的，一发现黑腐就赶紧砍，别犹豫。22. 紫池莲华，夏季大概1个月浇2至3次水，加强通风，早晨傍晚晒太阳，中午遮阴。23. 特玉莲，夏季一般10至15天浇1次，且要浇透，水滴不可落到叶子上，夏季无休眠期，可室外露养，温差越大越好。24. 爱之蔓，浇水干透浇透，掂一下花盆，发现明显变轻后浇透，适合放于散光处，比如客厅。25. 黄丽，浇水见干见湿，大概1周左右浇1次即可，温度35摄氏度以上，正午时分遮阴，其他时间全日照即可。26. 黑王子，
7至10天浇水一次，空气太干，可以在周围多喷雾，加强通风。正午时分遮阴，早晨和傍晚柔和的光线可以照射，喜欢昼夜大温差。27. 雪莲，浇水要干透浇透，大概1周左右浇一次，但是水滴不落到叶面上，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不可阳光直射。28. 冬美人，夏天可以1至2周的时间浇一次，冬美人不怕晒，直接露阳也没有什么问题。29. 鸡笼月，一般1个月浇水1至2次，而且要晚上浇水，温度如果是35摄氏度以上的话，最好是遮阴，尤其是南方的花友。30. 白牡丹，1个月浇水1至2次，不过也不要太拘泥于这个时间，基本上见干见湿就好。加强通风，正午时分遮阴即可。31. 紫米粒，大概1至2周浇一次水，正午时分稍微遮阴，它是越晒越紫的。另外，它夏季可能会开粉色的小花。32. 黛笔，把春秋时间的浇水时间延长1倍。中午稍微遮阴，如果一直是光照缺少，叶片会长得很散。另外，一直露养的中午时分稍微遮阴即可。33. 紫萱月，7至10天浇一次水，放在南阳台的中午时分最好遮一下阴，其他的时间可以全日照。34. 火荠，大概1个月浇水1至2次，可以多晒太阳，南方地区正午时分还是遮阴比较好。35. 广寒宫，1个月浇水3至4次，见干见湿，浇水可使用浸盆法，避免水珠沾到叶子上。38度以上会短暂休眠，需注意，其他温度的时候可以多晒太阳。36. 吉娃莲，夏季要控水，然后3至4周浇一次，加强通风，不然容易黑腐的，放在南阳台的中午要遮阴。37. 锦晃星，大概2周浇一次水，稍微挤水就行，不用浇透。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一定要遮阴，还要加强通风，才能减少黑腐的几率。38. 紫珍珠，1个月浇水1至2次，或者是颠盆试一下，很轻的话就浇水，要在晚上浇透水，可以放在南阳台接受光照。39. 花月夜，一定要控水，1个也浇水最多1至2次，不可淋雨，不可暴晒，加强通风，为避免徒长，可以放在东西阳台。40. 山地玫瑰，7至8月份的时候浇水一定要少，1个月浇1至2次，沿着盆边缘缓缓浇透即可，加强通风，放在阴凉的地方。41. 黑法师，1个月浇水1至2次，把土壤表面打湿就行，需要遮阴，加强通风。42. 绿法师，夏季高温时期有短暂休眠，因此浇水要少，大概1个月浇水1至2次即可，加强通风，稍微遮光。43. 小米星，浇水见干见湿即可，大概1个月浇水个1至2次就够了，正午时分可遮阴，其他时间应该多晒太阳，不然会徒长。44. 冰梅，1个月浇水2至3次，但是注意沿着盆边浇点就好，不用浇透，摘掉底部枯叶，加强通风，不然很容易黑腐。45. 观音莲，夏天休眠可以直接断水，或者1个月浇一次水，不可淋雨，不可暴晒，加强通风。46. 桃之卵，夏天1个月浇2次左右，水量为原先的1/3，老桩最好直接断水1个月，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，不可暴晒，但是可以晒晒早晨和晚上的太阳。47. 桃美人，浇水一定要见干见湿，而且不能积水，因为桃美人很容易黑腐，大概2周左右浇一次就可以，要早晨和晚上浇水，加强通风，放在阴凉的地方。48. 老耳，1个月浇水1至2次，沿着盆沿浇点，晚上浇水，保持良好的通风，不然黑腐妥妥的。49. 葡萄，半个月浇水1次即可，夏季也会生长，正午时分遮阴即可。50. 黑枣，夏天休眠，浇水1个月1次即可，避免暴晒，不可淋雨，加强通风。51. 马库斯，减少浇水频率，大概2周浇水1次，及时清理掉底部的枯叶，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，可以避免黑腐。52.
鸡星美人，一个月浇2至3次水，而且要在晚上8至9点左右浇水。正午时分光照剧烈，可以适当遮阴，而且要加强通风，不然很容易黑腐。53. 大和锦，半个月到1个月浇1次水，不可淋雨，不可暴晒，可以放在东西阳台，接受早晨和傍晚的阳光。54. 初恋，1个月浇1次水，记得傍晚的时候浇水，可以不用遮阴，直接放在南阳台晒就可以。55. 红宝石，大概1个月浇水1至2次，不可淋雨，也不能正午时分暴晒，可以放在隔着玻璃的南阳台。56. 艳日辉，减少浇水频率，大概1至2周浇1次水，等9月底转凉的时候可以渐渐增加浇水，放在散光通风的地方养护，不可烈日暴晒，会灼伤。57. 天章，天章夏天基本停止生长，浇水的间隔要比春季的时候延长2至3倍，只在盆边少量挤水即可，注意要遮阴通风。58. 乌木，浇水见干见湿即可，但是水珠不能滴到叶心里，不然很容易烂心，继而死亡。不可淋雨，加强通风，可以避免黑腐烂心。59. 芙蓉雪莲，大概1至2周浇水1次，且水珠不要滴到叶子上。放在南阳台的话，正午时分要遮阴，其他时间多晒晒太阳。60. 白凤，夏季一定要控水，大概3至4周浇1次吧，保持盆土的干燥，加强通风遮阴。因为夏天白凤休眠，所以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啊。61. 紫罗兰女王，控制浇水，见干见湿即可，大概2至3周浇1次水，正午进行遮阴，避免强光照射，不然会灼伤叶片。62. 红志莲，夏季休眠，1个月可以浇水1至2次，放到阴凉通风处，不能烈日暴晒，或者放在隔着玻璃的南阳台也是可以的。63. 雨燕座，浇水见干见湿即可，大概1个月浇水2至4次，正午时分遮阴，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。64. 宝叶蓝鸟，温度高于35度遮阴，然后慢慢断水，整个休眠期都不挤水或者是少挤水，9月份的时候慢慢恢复浇水。65. 晚霞之舞，浇水见干见湿，保持盆土干燥，加强通风，避开正午的阳光，可以晒一晒早晨和傍晚比较柔和的光照。66. 八千代，稍微控水即可，水量可以是春天水量的3/4，不可在密闭环境中养护，必须通风很好，比如开放性的阳台。67. 秋丽，浇水要见干见湿，保持盆土干燥，不然容易滋生细菌，导致感染，加强通风，保持干燥的环境。68. 艾伦，超过33度就会进入休眠，要慢慢停水，延长浇水的频率，大概1个月1至2次，保持盆土干燥。69. 玉扇，夏季高温时植株呈休眠或半休眠状态，可放在通风凉爽处养护，避免烈日暴晒，浇水可见干见湿。70. 雅月之舞，夏季加强通风，浇水见干见湿，保持盆土表面干燥，避免因为高温高湿而产生的各种黑腐。71. 不夜城，大概1个月浇水1次即可，正午时分遮阴，9月以后北方地区温度降低，可以全日照。72. 鹿角海棠，只要看到它的叶子皱起就浇水，它很吸水，加强通风，烈日暴晒的时候遮阴。73. 沙漠玫瑰，等肉质经变软了就浇水，注意保持盆土干燥，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。74. 莎莎女王，夏天高温会休眠，通风遮阳，每周可以在土表喷上少量的水，防止根死亡。75. 仙女杯，夏天30度以上会休眠，因此要控水，半个月至1个月浇1次水即可。76. 小球玫瑰，正常浇水即可，大概1周1次，晒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可以稍微遮阴，其他时间粗放管理即可。77. 月光女神，夏季休眠，因此浇水必须见干见湿，大概2周浇水1次，保持盆土干燥，可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，能够避免黑腐。78. 婴儿手指，
夏天控水，表面土壤干的时候，在盆的边沿慢慢挤水即可，起到维持根系不干枯，大概1周一次，弄湿表面土壤即可。79. 粉蔓，夏天大概1至2周浇水一次，且要在晚上浇水，不可积水。30度以上的话，粉蔓就要适当遮阴，可放在散射光处，比如北阳台。80. 情人类，大概1周浇水一次，不可积水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养护，比如北阳台或者是东南阳台。81. 明月，轻微休眠，有的时候也不休眠，比较炎热的时候，1个月4至5次水，不用浇透。正午烈日期间一定要遮阴，而且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。82. 爱染锦，夏季会深度休眠，特点是叶子直接变短或者卷成包，甚至有一些会叶子脱落变成秃头，这时候要完全断水，只要杆子没黑就能活。放在室内散光通风的地方，别放在外面暴晒。83. 断芽女王， 36度以上时生长极其缓慢，需要控制水分，大概1个月浇水1至2次，水不能滴到叶子上，而且要傍晚浇水。84. 紫阳榕，夏季因为温度高会短暂休眠，但是很短，基本上夏天浇水见干见湿即可，大概1周一次。85. 桃太郎，温度35度以上需要控水，大约2周浇水一次，适当进行遮阴，放在通风好的地方，避免黑腐。86. 红粉台阁，浇水见干见湿即可，温度高于35度的话，要放到散射光下，并且逐渐停止浇水，甚至断水。87. 滇石莲，夏天正常浇水就好，或者稍微延长一下浇水时间，正午时分要遮阴，然后加强通风，一般而言很好度夏。88. 露娜莲，温度超过35度就完全断水，等温度降下来以后再挤水，加强通风，尽量放在比较阴凉的地方养护。89. 彩色蜡笔，夏季会休眠，因此浇水要少，一般1个月浇水1至2次就差不多了，多了容易黑腐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，避免阳光直射。90. 不死鸟，1个月浇水1至2次即可，不怕晒，可以放心露养。91. 黄金万年草，拿起花盆，觉得花盆明显变轻了以后，浇透水即可。最近温度有所下降，可以全日照了，但是温度超35度以上的，正午时分还是得遮阴一下，不然它会变绿。92. 薄雪万年草，浇水见干见湿即可，很耐旱，宁可少浇水也不能多浇水，除了夏季正午时分，其他时候全日照。93. 双枝潮，1个月3至4次水，通风遮阳。94. 魅惑之宵，大概1个月2至3次水就好，需遮阳加强通风。95. 白花小松，浇水大概1至2周一次，加强通风，避免正午时分的阳光暴晒，否则会晒死的。96. 西财树，可每周浇水，但超过35度需要遮阴，通风良好最好。97. 冰玉，叶片发软就浇水，但需避开正午时间，不能淋雨。98. 白菊，夏季半休眠，整个夏季都可以以喷水保持湿度的方式来养护。99. 麦秆，夏天15天左右浇水一次，正午需要遮阴，避免叶心淋水，枯叶要及时清理。100. 水泡，水泡喜凉不喜热，夏季大部分时间休眠，最好放在空调房内养护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100种多肉的夏季浇水内容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有任何其他品种的浇水问题，可以随时留言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